追逐那爱情。我想占领你的世界，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。你是我绝对那么多年，从未改变。爱不反顾的守护着对你承诺的那快乐，不可再扭曲着毫无保留爱到底的人。我的爱不反顾的拥抱着前进不换的才值得，用尽全力去爱，我能给你幸福最深刻过 baby， 我属于你了，时时刻刻那么深爱着。爱不反顾的守护着对你承诺的那快乐，不可再扭曲着毫无保留爱到底的人。我的，你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小姐，医生，我妈妈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发烧了？医生，少夫人的情况怎么样？初步诊断应该是天花。天花？天花，一定是孤儿院的那些孩子传染给妈妈的。我就跟她说嘛，不让她去。爷爷，妈妈她没有中过牛痘吗？没有。你是我们叶家唯一接种过天花疫苗的人，你忘了吗？这样太好了，令小姐可以近身照顾夫人，否则贸然让这些没有抗体的佣人照顾夫人，实在是很冒险啊。叶欣，你可以进去看妈妈。怎么了？你怕什么？你不是中过牛痘吗？我现在还不能去。别打我！我不管你觉得她像我还是不像我，但是我用性命发誓，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小娟，小姐，你找我？你快去问问大夫，我要知道妈妈所有的症状。好。二叔后事如何？二爷，残叔的夫人表示，残叔生前就不喜欢铺张浪费，他们希望后事越简单越好。一切以二婶意愿为重，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，你们全力支持。是，二爷。雷府那儿呢？总长表示，只找到残叔的尸体，没有找到雷霸天的，估计应该是和残叔同归于尽了。夫人，夫人，石头、徐官，早。早。行了，你们快去忙吧。是，好，我们走了。
昨晚睡得好吗？嗯。叶夫人患了天花，不行，我得去看她。哎，等一下，天花会传染的，你要小心啊。我身上有牛痘疤。我一定要问出不被传染的方法，死都不能露出马脚。你说什么？原来我妈妈可能不是天花。啊，一般来说呢，初期会开始发烧。发烧？天花真的会发烧啊？接下来啊，身体开始出现皮疹。蒋小姐，请进。小姐，请稍等，老爷马上到。好。叶爷爷。蒋姑娘，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叶爷爷，夫人她怎么样？多谢你的关心。病情总算控制住了。我是想问一问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虽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是火车事故的那时候，医生跟我说过我接种过牛痘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中的，但是我真的中了。你看，因为我也很喜欢叶夫人，所以我想，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我是可以过来的。蒋姑娘，你也中过牛痘啊？你出事的那列火车，是不是175号列车？好像是吧。我听说那个时候天津的报纸还大肆报道了好多天呢，而且说那是那个时候少有的火车脱轨意外。看来只剩最后一步就要确认了。可是为什么铜钱会在他身上？或许是在火车上，趁着失忆抢了身份。蒋姑娘，我想请你见个人，你们两个面对面，帮我理清一些谜团，方便给我点时间吗？蒋姑娘，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孙女，我会非常的高兴。带蒋姑娘到花园候着。是，老爷。蒋姑娘，这边请。诶，小姐人呢？不清楚，小姐她刚刚出去，我只知道小姐派了人去问夫人的病症了。情况怎么样？现在稍是退了些，也照老爷吩咐，继续捏造夫人染上天花的谎言。夫人一直被隐瞒着，情绪有些低落。不要紧，等会处理完一些事情，我会跟她解释捏造天花病情的原因。你先下去吧。
爸，你怎么不戴口罩？被我传染天花怎么办？蒋欣来看你了，在花园候着呢。是那个可爱的姑娘吗？我跟她还真的是投缘。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福气，挨过这个病痛，见到她。绝对可以。星儿呢？爸，怎么了？你得了天花，那个女孩不敢进来。没事，等你病好了，也许那时候咱们家就是全然不同的光景了。你再睡会吧，我敢保证，你一觉醒来，你的病就好了。希望如此。我正要去找您呢。爷爷，您看，妈妈不是天花，是医生误诊。没关系，爷爷，我去看过很多大夫了，他们都告诉我说，天花呢是会身上起皮疹的。而妈妈的病症，我仔仔细细都看过了，妈妈只是发烧，她身上没有起皮疹，所以妈妈她一定不是天花。她已经退烧了，她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蒋欣去看过你妈妈了。是吗？不同于你的惊慌失措，她毫无畏惧地走进房间，去探望可能得了天花的庆兰。爷爷，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我早上，我是一下子慌了。而且，蒋欣手臂上的牛痘疤位置跟你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他的看得见，而你呢，却凑巧被覆盖住了。爷爷，您忘了，这个事情我上次跟您解释过了。你没有解释，你没有解释的是，你跟蒋欣是搭同一列火车。那又怎么样？是不怎么样。同一天，同一列火车，同样从上海到天津，同样叫蒋欣，同样有着疤。这是不是太巧合了？爷爷，就因为今天早上我不敢进去看妈妈，您就认定我不是您的亲孙女吗？比起你平常对妈妈的嘘寒问暖，蒋欣第一时间的雪中送炭，更让我感觉她像一家人。更可怕的是，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谁才是真正的蒋欣。接你的张管家，当铺的老板，全都死了。你是认为我杀了他？当铺老板被杀的那一天，你正好不在家。他是死于刀伤，而你呢？你正好手也被刀割伤了。你手怎么受伤了？刚才做鸡汤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一下。
会不会你跟蒋欣搭同一列火车，抢了他的项链？你对他痛下杀手，冒充他的身份，是不是？蒋欣就在花园，我倒想听听，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？然后，谁才是我的真正孙女？马上就能真相大白。当然可以。只是爷爷，蒋欣，她失忆了，火车上的事情，她记不得了，根本无从对证。没错，蒋欣是您的亲孙女，可是我比她更适合当您的孙女，因为我更擅长布局，我会一步一步拿下叶家的整个继承权。您别生气，这是您用围棋教我的。我学得很好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啊！来人！蒋欣。小姑娘，你，哎，起来起来！我活到这把年纪啊，头一回看女生啊穿洋装去爬树哎。快来听，有没有听到蝉鸣声？哎，小姑娘，啊，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了。我叫蒋欣。老爷，是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爷爷，爷爷，老爷，
怎么会这样？他才说过要跟我说说话的。他要跟你说什么？他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，要和我理清谜团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可是后来他就摔下去了。在他过世的时候，有谁陪着他呀？就只有叶小姐。当时她也吓坏了。叶爷爷人这么好，他不嫌弃我的身份。我刚到上海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朋友，但只有叶爷爷一个人愿意听我说话。不哭了，叶老爷为人谨慎，怎么会摔下楼？卖报了，卖报了！天津首富叶老爷意外坠楼身亡。来，给我来一份。给。我也来一份。谢谢。这么年轻就不是。卖报了，卖报了！大小姐的样子。对呀，看他那样子，现在还变成天津首富了。这么年轻啊，就成天津首富了。真是千金大小姐的样子啊！是。首富啊！杜小寒现在变成叶家的千金。哎，快点，这边。王秘书啊，说来也奇怪，老爷平时行动这么矫健的人，怎么无缘无故就失足了呢？说是老爷整理兰花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了。小娟儿，你先去帮忙去吧。好。可当时小姐就在旁边，她怎么就不拉老爷一把？真奇怪。李嫂，别乱说了，小姐要听到会受惩罚的。再说小姐年纪也小，她怎么能够反应得过来呢？像我们这种年纪，也不见得能救得了老爷呀。王秘书，这报纸上的新闻是谁让登的？啊，小姐，我不太清楚。那去搞搞清楚啊。是。以后要登，提前告诉我一声。这张照片难看死了。哎。我要的账本呢？啊，在这里。叶家可真有钱。把那幅画拿下来，卖了。小姐，那可是老爷生前最喜欢的画。现在这个家是谁在当？是我。听着，凡是字画这一类的，全都拿去卖了。我看不懂。库房里只要不是金银珠宝，都拿去卖钱。你们搞搞清楚，这个家以后谁说了算？
我们一家才刚团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江小姐，白二爷。王秘书，我知道葬礼还没有开始，但白二爷怕一会儿人多，又有记者，他的身份会让旁人感到不方便。白二爷考虑的周全，老爷会理解的。江小姐，白二爷，请进。好。寒气引路，则其清也。寒气引路，则其清也。初不超举，则其简也。因后受节，戒其信也。谢谢你，叶爷爷。教会我这么多，一路走好。胜负呢，就在于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落体。真的是我的孙女，我会非常高兴。叶夫人，请节哀。谢谢。你先去车上等我吧，我跟叶夫人再待一会儿。好。爷爷离开的时候，叫了我一声宝贝孙女儿。我知道他是喊错了，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他是我爷爷。佘先生，请进。我知道爸为什么那么喜欢你了。你是一个可以给人温暖的女孩子，谢谢。想必是叶夫人与叶千金吧？妈妈，我才是叶家的千金，叶心。白夫人，我想你没什么事，可以走了。以后这里是我当家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星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妈妈，我一看见他，我就会想起那天爷爷摔下来。白夫人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进叶府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
对不起，也许是爷爷的过世，让他打击太大，他心情不太好。叶夫人没关系，我先走了。葬礼还没有正式开始，请问您是哪位？叶夫人，叶小姐，失礼了。我是护报的主笔，文心。星儿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妈妈，我这些首饰和衣服很配吧？好看吗？是啊，叶小姐今天穿的，我穿成什么样，不关你一个小记者的事。不过你既然带着相机来，那就给我拍几张照吧，我要好看的，我要我的照片放在报纸最醒目的位置。李嫂，少夫人，你怎么不在房间里休息呀？这幅画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不是应该挂在大厅的吗？是小姐只是要丢掉的，但王秘书舍不得，就偷偷的放在这儿了。星儿做主，为什么？不止这幅老爷最爱的画，还有这些古董。我去问问他。星儿，妈妈，别难过了。来，你一天什么东西都没吃，身体哪受得住啊？我给你泡了一杯参茶，补补气。来，妈妈，放下吧，妈有话问你。快趁热喝吧。星儿，你为什么要把爷爷的字画丢掉呢？那可是他生前最宝贝、最喜欢的。今天你在丧礼上的穿着非常的不合适。我没有说你，是不愿意让你在外人面前难看。但你今天的表现，真的，妈真的很难过。妈妈，你还年轻的时候，爸爸就过世了，从此你一病不起，落下病根儿，直到现在。我知道爷爷的过世对您的打击特别大，我也知道你一定会跟我一样，看着这些东西触景生情，所以我就想尽快把它们都处理掉。妈妈，也许我的方法有些过激，没有考虑到您的心情，但是我真的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爷爷的死，我一直觉得很内疚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早一点出现的话，爷爷也许就不会。他生前对我这个孙女很不满意，他觉得我什么都不够好，他希望我做一个进退得宜、穿着高贵的千金小姐，
所以我想，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样子，给爷爷看到我最好的一面。我是爷爷的亲孙女，我怎么会对不起他呢？星儿，是妈没有理解你，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星儿，妈有点累了，先回房间休息一下。那我扶您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李嫂陪我就行了。我泡的茶，妈妈第一次没喝。你们都给我转过来！小姐，有什么吩咐吗？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妈妈她身体不好，所以这个家里以后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都不希望传到她耳朵里去，让她担心。所以，如果她自己问起来，就说一切都好。要是让我知道，谁敢在她面前碎嘴，我就让她滚出叶家。尤其是你，我请你管好你的嘴巴，否则，我不管你伺候过妈妈多少年，我一样可以让你走人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是。老爷一走，小姐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是啊，小姐怎么变得这么可怕？依我看呐，现在才是她的真面目。平时只要老爷跟少夫人不在的时候，她对我们这些下人根本就没有好脸色，还故意刁难我们。是这样，那她平时的乖巧和懂事，那都是装出来的。真的是这样的。我觉得小姐真的很不像老爷和少夫人，长得不像，连个性也不像。是不太像。是，她会不会不是叶家的千金呢？那有可能。乱说什么？饭可以随便吃，话怎么可以乱说呢？对，没有一点分寸。王秘书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特别是刚才在葬礼上，白夫人和少夫人抱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有母女那种感觉。对呀，是这样，他们两个真的是太像母女了。这个白夫人啊，跟咱们少夫人年轻的时候很像很像啊，会不会她才是咱们叶家的千金啊？李总，有些话放在心里头想想就可以了，但说出来要惹祸上身的。大家都忙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都下去吧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走吧，走，快。王秘书啊，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吧？那个白夫人和咱们少夫人，真像一对母女。江心，在天津完全没有你的消息，
事故的伤亡名单也没有你，我只能告诉我自己，你还是活着的。今天遇到一个女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想到了你。暗夜里飘荡，多少痴心妄想，戒不掉感伤，锁进回忆的百宝箱。人总是奢望，是莽撞，是为了梦。洋人说戒指是圆的，所以没有终点，代表永恒，最适合当订婚信物。等这个表再次动的时候，就是我们2个人相逢的时候。梦太难舍难忘，只要我在文章上写下栀子花的花语，要先穿越惊涛骇浪，你就会知道我在找你。孤独用倔强砌成我的伪装，让心痛到无法原谅。凭什么对月盼望？你别用铭心刻骨吻着我，别来无恙。你别用误会和坦荡陪我为爱疯狂。你别让眼泪又发烫。我无力抵抗。少爷回来了。之前那位看门人找到了吗？哦，生少一早，他去告老回黑龙江老家了。不过我已经托人去打听了，他是唯一见过蒋欣姑娘的人，我一定会找到她的。哎，少爷放心，我想啊，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我看你最近西洋剑练得挺勤的，少爷您教我，我也就学出兴趣了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也好，等我以后心情不好，就不愁没人跟我对打了。啊，嘿嘿嘿。你先去忙吧。好的。我对你的长相毫不熟悉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在这间屋子里留下的声音。醒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你看二爷好浪漫啊！说是夫人最近经历了太多不开心的事儿，所以啊，想让你转换心情，沉浸在喜气中，例如准备婚礼。选一件吧。一直迷于田野，轻易怕为脆弱妥协，被你宠爱一切是目前最令人着迷的眷恋。难免还会有伤悲，但都是因为在乎留下的眼泪。就这件吧。哇，夫人好眼光，这可是里面最贵的呀！啊？多贵啊？是其他的2倍哦。没事，在婚期还没定之前，你都可以多想想啊。给，这是什么呀？这瓶是庄本兔的 Joy 香水。为什么要送我香水啊？那个设计师给它取名 Joy 的意思就是，希望它可以成为在晦暗日子里的一抹亮色。最近发生了太多事，我希望这瓶香水可以带你离开晦暗的日子，就像你的出现带给我幸福一样。二爷。和德力商会会长会面的时间到了。嘉欣啊，那你就和春花在家里讨论婚期的事情。等我回家吃晚饭。那好，那我走了。
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二爷送你的香水可是号称世界上成本最贵的香水之一啊，里面至少有1万多支茉莉和28大玫瑰，好幸福啊！石头，来了，二爷。这是二爷最喜欢送我的花的味道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味道。好男人啊！这送完戒指又送香水，送完香水又送这么多的婚纱让你选择，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找啊？老天爷，赶紧赐我一个像二爷这样的好男人吧！啊，不过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送给过他东西啊。那结婚的时候送给他不就好了吗？婚礼上，男的不是要送给女的戒指，女的不是也要送给男的戒指吗？那你送戒指怎么样啊？好啊。我没钱。别闹了，二爷的钱不就是你的钱，你没钱？当然不行了。你想，我现在吃的、住的、用的，全部都是用他的钱。如果现在结婚也全是用他的钱的话，多不合适啊！我得好好想想办法。怎么不吃啊？啊？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又想把婚期推迟啊？哎呀，你干嘛这么说嘛？我又不是不嫁给你，我不过是想亲自买戒指送给你。我给你的钱不够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我呢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，然后买戒指送给你。你看啊，我现在都没有父母可以为我准备嫁妆，而我成天又赖在白府里，吃你的、喝你的、用你的，连婚戒都要你给我买啊，总觉得不好意思。所以呢，我是想要好好的努力为你赚钱，然后呢，得到我人生的第一笔工资，再献给我的丈夫，我的婚姻。还是不行。为什么？一来，去外面工作很辛苦的，而且很危险。如果被外面的人知道白家夫人去外面工作的话，会被人看笑话的，不可以。哎，那要是我保证不会被任何人认出来是我，可不可以呀？时光是遍地的苍凉，爱未央是谜底就天长，念念不忘将心比心的伤，是地中孤傲的白狼，燃点星光融心底的残霜，融不进口是心扉的慌，逆着风闯荡生死茫茫，任你喊荡几回肠，桃花开逃不开，淘尽无常变幻，成全我凡心碎骨再推我离开，桃花谢坠跌，任无情尘埃，染红你衣衫的纯白，解不开桃花劫洗尽两端，念思念沾成眼泪的纠缠，解不开轮回，爱恨的胸怀，让煎熬之泪你存
戒藏的勇敢，越挣扎，黯然神伤越盛开，剪不断我在手心的未来，用一切交换的爱。